欢迎来到小小炊烟，我们今天来做煎牛排，之后我还会分享更多在家做出西餐厅美味的菜谱。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啦。这是从 Costco 买来的 USDA Prime 牛排，我选择的这一块是纽约客。牛排分为3个等级 Prime、Choice 还有 Select。要想煎出像牛排店一样效果的牛排，一定要选择 Prime。所谓的 Prime 就是牛肉的肥瘦分布非常均匀，也就是美国人经常说的 Marble 大理石纹路，这样煎出来的牛排才能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在市面上普通人能够买到 Prime 牛排的地方就是 Costco 了，其他的都被送到了牛排店。为什么选择纽约客呢？其实口感最好的应该是肋眼牛排 Rib Eye， 但是肋眼牛排的肉是环形排列的，很容易散开，新手不容易掌握。第一次煎牛排的话，还是选择纽约客比较好操作。煎牛排成功的关键7分在食材，2分在火候，5分在经验。也就是说，选对了牛肉，即便是新手也可以煎出口味上乘的牛排。而如果你用了一块牛腱子，那么即便是水平再高的米其林主厨，也不可能煎出好吃的牛排的。将牛排用清水冲洗后，用厨房纸吸干表面的水分，方便入味。将牛排放在一个保鲜盒里，在各个面上撒上黑胡椒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牛排煎好之后再撒黑胡椒。我这里提前撒黑胡椒，一方面可以给牛肉去腥，另一方面是让牛肉里面增加胡椒的香味。然后在各个面上均匀地淋上油。相比于在锅里加油，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锁住牛肉内部的水分。注意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放盐，否则牛肉的水分会渗出来。更不要加葱姜蒜、酱油之类的东西去腌牛排，那么就变成了一道中式的铁板牛肉了。将保鲜盒盖好，放在冰箱里冷藏腌制2个小时。这个时候我们剥一头蒜，只需要去掉表面的皮，然后切掉上半部分。在牛排店里，你经常会见到这种方式烤的蒜来搭配牛排。将牛排取出，有的人会说要从冰箱拿出之后回温半个小时，但其实回温对于牛排的温度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，尤其是牛排中心的温度和半个小时之前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纽约客牛排的侧面会有一条比较厚的脂肪，把这一圈脂肪切下来，一会儿用这些脂肪先煎出油。那么整个煎牛排的过程，除了一开始腌牛排的油，还有牛排自身的这块脂肪，就不需要更多油了。大火烧到冒烟，将切下来的脂肪放到锅中，先煎出油脂。煎牛排一定要用铸铁锅，不粘锅不耐高温，煎一次就变成粘锅了。中式炒锅虽然也是铁制的，但是底部是圆形的，牛排无法均匀受热。油脂煎出来之后，将牛排放进去。煎牛排的全过程，我把它总结为6+5+5分钟。第一个6分钟说的是6个面分别煎1分钟。这个过程全程都要大火，因为现在每个面都是生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大火会把牛排煎糊。这个过程可以迅速地将牛排各个面都封住，牛排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个时候牛排的中心其实还是常温的。第二个5分钟说的是6个面煎完之后，将第一面朝下，盖上盖子，中火煎5分钟。有的人会说煎牛排全程都要大火，但是其实在第2个阶段，如果一直给一个面大火煎的话，肯定会糊。用中火加盖子的办法，可以让热量更均匀地进入牛排的内部。第3个5分钟说的是关火之后翻面，然后将喜欢的配菜放到锅里，盖上盖子再煎5分钟。因为铸铁锅的热容量比较大，关火之后的5分钟其实相当于是在用小火煎。时间到了，将牛排取出来，切成1厘米厚的片。用这个6+5+5分钟方法煎出来的牛排，不需要煎完之后拿出来静置，可以直接切块。你会发现，直到切到中间的一块，内部都是完美均匀的粉红色。我夹起来一块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下面可以装盘了。这头蒜因为一直是一面朝下煎的，虽然表面是糊的，但是刮掉表面一层之后，你就可以品尝到吸足了牛油的绵软的熟蒜了。最后再撒上盐，再挤一些柠檬汁在上面。
一道完美的煎牛排就完成了，你也来试试吧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